醒了！姐们儿现在是人是鬼？人呢？必须是人，活人！哎呀，姐们儿真成人了，还是明老头本事大哈！我这500年的灵魂体，真成大活人了！你们俩帮我看看，我这张人脸美不？不违心的说，不咋好看。面黄肌瘦，眼大颧骨高，发梳眉稀的。我告诉你于治水，别想骗我！明老头跟我说了，这是个美人的身体。冥王肯定不会骗老大，估计是刚回来，回头养养就美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姐们当无脸丫头500年，做梦都想要一张绝世美人脸。老大，你是活了，是不是该轮到我们俩了？对，差点误了时辰。哦，这种久违的痛感真好。写不出来，明老头骗我。老大，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没咬出血来啊？哟，还真是啊，没事啊，我挤挤。血嘛，挤挤还是有的。身体没死透，血去哪儿了？难道这荒郊野岭的中间还来吸血鬼了吗？不知道。做鬼500载，败于一滴血，我恨呐！老大，你先别恨，你脖子上好像还有血。有了，看我的！醒了就赶紧起来，该办正事了。老大，拉车的马不知是跑了还是被人骑走了，反正是没有了。那咱们怎么走啊？现在我不但是你们的老大，还是你们的小姐，所以要么我坐车，你们俩当马儿拉我，要么你们俩背我。反正我这刚死过的瘦弱身体可是走不动的。好像谁的身体没死过一样。我跟萧静清先拉你一段，等到了镇子上把这破马车卖了，有钱了咱租个驴车回盛京，你看行不？还是有文化的新鬼脑子比较好使。那走吧，咱们替我这副皮囊的原主讨一番公道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要谨记啊，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是幽静的无脸丫头，而是叶清凡。你们该叫我小姐而不是老大，明白？是。这个可怜的姑娘本是盛京云阳侯府的嫡出千金大小姐，可惜3岁那年母亲生弟弟时难产而亡，弟弟才半岁，父亲叶崇便扶了妾室江灵月为正妻。弟弟周岁刚过，江灵月说服了叶崇之，将他们姐弟俩送出了侯府。弟弟被送到利州老家，叶清凡则被送到了灞溪庄子上。在叶家的庄子上，她这个正经的叶家大小姐没过过一天好日子，日复一日地干着下人们干的粗活。活了这么多年，叶清凡吃了太多的苦，可每一次他都坚强地挺了过来。第一次离开庄子，是父亲来信说让他回盛兴城嫁人。他要嫁的人是谁，叶清凡也不知道。这是他第一次洗干净的脸，穿上了没有补丁的衣服，也是第一次坐上了马车。只是马车行驶不到2日，就被贼人劫了。哎呀，就长这样啊！城西的傻子，都不想要这样的媳妇儿吧？就是，还以为是什么美若天仙的大小姐呢，结果这瘦成麻杆，没2两肉，儿子都生不出来，谁要啊？别管了，再丑也得按约定把事办好了。可这一张脸，也没必要毁容了吧？哼，确实没必要。直接杀了吧。明王爷，求你收了我吧，
我想死，我哪怕重新投胎成为猪狗，都好过我现在猪狗不如的人生。阳寿我不要，这阳寿都给别人吧，让别人替我活了吧。宁老头儿，还有不想活的？我做鬼做腻了，要不替他活2天？你又来干嘛？我这不是想着又该到你今年娶妻了吗？我来问一嘴，今年你考虑我不？不考虑！麻溜的给老子滚！滚哪儿去？有本事你让我投胎去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明老头，今年要么你让我投胎，要么你娶了老娘。哎呀，你那女人怎么还在喊啊？赶紧送她上去啊！她不愿意走。人就是脆弱，但人心却是最莫测。好想戳着人心玩啊！叶清凡的八字很特殊，生辰纯阴无阳，生死簿上死亡时辰也是全阴。无脸丫头，你想去人间玩玩吗？人家怕出了幽境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只能挤在人间和幽间的夹缝里。你忒狠毒了你！谁要让你去那种地方了？我是说，让你替他活下去，直到他的阳寿尽数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啊！哼，早不说，害我寂寞了500年。你特喵的有一天是寂寞的吗？哪个新来的鬼魂没被你吓唬过呀？你想不想替他活几年啊？几年？听声像是个年纪不大的姑娘啊。她叫叶清凡，年方17，还有5年阳寿。她会因为什么而死啊？难产。感觉死的会很疼。我要是替她活了，但是不嫁人，是不是就不会难产而亡了？哼，不因难产而亡，也会因为其他原因而死。你当老子在阳间的传说是白传的？冥王让你3更死，不会留你到5更。你去不去啊？去！5年就5年呗，就当是到幽境外面透口气呀。顺便，你可以找找你的旧身残印，看看能不能破了那困住你轮回的阵法。虽然已经过了500年，我试试。这2人是我早已收复多年的手下呀，难不成也要跟我一起回阳间吗？走。还是人间好啊。闪开，闪开！夺我钱财有如揭我面具，绝不能闪。谁？是谁瞎了狗眼不看路？敢撞老娘，还把老娘的车给踢烂了！关恒，给他们拿1锭银子。是，将军。
果然比鬼好看呢，将军还是个官呢。哎呦，我的老大哎！小姐，你现在是人，你见过哪个人这么直挺挺的站起来的？这不得把人吓死了？人还真是脆弱，吓一下都能死。你是死太久了，都忘了人是什么样的了。确实有点久了。我得尽快学会重新做人，免得让人笑话。走，带你们去感受感受阳间气息，人间烟火。哼，人间烟火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不是这么走路的。那该怎么走？慢死了，慢死了，走不了，走不了。我最多把大步子收一收。这具身体原本是大家小姐，可叶清凡这个大小姐却长在乡野，不用那么多规矩，差不多像个人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赶紧走啦！我都饿了。哎呦，这具身体真的太瘦弱了，我必须得吃回来，不然哪有力气跟坏人抢公道啊！终于可以再次尝到真实饭菜的味道了，而不是光闻味儿了。你都死100多年了，又不是什么大家族，还闻味儿呢？纸钱都没一个子孙给你烧。哎，别吵了，你们两个帮我好好想一想，这一路回圣经，我得置办点什么行头。太久没回来了，有些陌生啊。小姐放心，有我呢，我死得最晚，人间我熟。好，靠你了啊！等以后回了幽静，一定不让你做卧底了，就让你回到我身边做我的亲信。好的，谢谢老大。还叫老大？对不起，小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要时刻谨记身份的改变。咱们又不是上山当土匪，而是要上圣金城当千金小姐的。是，小姐。好浓郁的烟火气，真是太美妙了。雨之水，现在该去哪里啊？找家客栈住下来。哎，请。我们要3间客房，还要吃饭。好嘞，客官这边请。出师不利啊！怎么走哪儿都被撞飞啊？本小姐上辈子跟你有仇啊，还是咋的？怎么每次见你都要被你撞？关恒，行吧，看在银子的份上，本小姐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你们说，我要是被他多撞几次，咱们是不是就能买辆马车，舒舒服服的回圣京城啦？哎呀，小姐，你这把小骨头可经几次撞的？今天撞我的那个人是个将军。你说什么样的将军会来这样的一个小镇上？天色都黑了，还匆匆离开客栈，是要干什么去啊？以我的记忆，将军肯定是行军打仗，或是捉拿什么要犯，才会到这种小地方。他们只有几个人，应该不是行军打仗，估计是捉拿要犯。哎，耿之水，你说以我今天的倒霉劲，我不会碰上那个要犯吧？怎么可能呢，小姐？闭嘴！这人长得可真美啊，鹅蛋脸，桃花眼，长睫毛，秀挺鼻梁，红唇嘴，美人不就是长这样的吗？不过刚才那声音听着可不像是个美人。小姐，你这嘴是堵过灶门吗？怎么这么黑？还好我会法术，差点栽在这美人手里。玉之水，我现在的脸和这张脸比，美貌程度差多少？108000里。唉，可惜了，没有阴间换脸的符咒，
不然高低我得给自己换一张脸。小姐，这人的身份怕是不简单，把他交出去的话，有可能能换一大笔赏银。行，等那个将军在外边找不到人了，回到客栈来，咱们就把人交出去。你去找根绳子来，先把人捆住了，免得让人怀疑他为什么不能动。好的，小姐。人就是比鬼好看啊！你们是谁？竟敢对我施妖法，还敢绑我！你搞清楚啊，是你闯进我的房间好吗？我还不能绑你了？要不是想要拿你和黑衣将军换银子，我还能杀了你。你们要把我交给谁？不认识，一帮身穿黑衣黑袍的，领头的好像是个将军。将军，肯定是于燕。你不能把我交给于燕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为什么？我现在命令你，赶紧给我松绑。长得再好，话不中听也是聒噪。你去外边等着，看到那些人回来了，就告诉他们，犯人在我房里。好的，小姐。做鬼数百年，太久没感受过身体疲惫的感觉了。小姐，那位将军回来了。清醒了，带上他。喂，赏金呢？谁告诉你他是朝廷要犯？俩废物，没赏银，那也得给辛苦钱。他半夜闯进我的屋子，吓坏了我这柔弱小女子，总不能白白让你带走吧？柔弱？将军别吓人，人是我抓的，屋子是我让出来的。你若不给钱，我现在就去楼下喊，说将军府的人半夜闯民宅。你敢？你是什么人？问将军讨辛苦钱的人呀。够了吗？够了够了，将军大气。有钱了，咱们回盛庚。夫人吩咐了，让大小姐从侧门进府。萧敬清，把我的斧子拿了。你想干嘛？这里是侯府。疯了！大小姐疯了！我是云阳侯府大小姐，今日回府，夫人却让我走侧门。我在乡下长大，没规矩，只好自己把门砸开。那些下人怎么敢如此推待你？母亲日日盼你回来，定会好好补偿你。好啊，那母亲说说，连大门都不让我进，打算怎么补偿？你误会了，是吗？萧敬清，把那下人提过来。母亲，一会儿我就要用我的法子审人喽，后果我可概不负责。张来，你一个门房小厮，月钱不过几百文，袖子里这袋银子是谁赏你的？你看我做什么？大小姐问你话，你如实说便是。你只要说一句实话。我回府时，你拦在正门，说夫人有令让我走侧门。现在你告诉大家，是夫人身边的人传的。清凡，你怎能如此逼问下人，坏母亲名声？我没逼他，我只是让他当着众人的面说实话。装晕，这戏我见得多了。闹什么闹？成何体统？父亲，女儿不是故意失礼，母亲不让我走正门，女儿只好用乡下人的笨法子把门打开了。父亲，女儿虽在乡下长大，可也记得自己是何家的外孙女，
外祖父若知道女儿回自己家都只能走侧门，怕是也要寒心吧？胡闹！你是我云阳侯府的嫡女，怎能走侧门？今日是你母亲安排不周，父亲定会罚她。好呀，女儿听父亲的。夫人给您安排的落霞院可能是太忙了，没来得及打扫。小姐，这分明是羞辱！太阳偏西，院子背光，草木荒了许久，难怪没人愿意住。但是对我们可是绝佳的休养宝地。你走吧，这院子我挺喜欢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你是正经嫡女，他们把你塞进这种地方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急什么？今日他们让我住破院子，明日我就让他们亲手把好东西送进来。这侯府的热闹才刚开始。大小姐，老夫人传话，请您今晚去福润堂用晚膳。好啊，刚好我肚子也饿了。这饿死鬼的吃相，简直丢尽我云阳侯府的脸。今日回府，母亲连口水都没给我喝，孙女饿了。行了，缺什么府里自然会给你补上。真的？那孙女就不客气了。我看祖母这扇红梅屏风就极好，放在我那破院子里正好挡风。喜欢就拿去。还有这黄花梨的椅子，还有那边的青花瓷盆栽。孙女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。拿去，都拿去。萧静清，干活！土匪呀！小姐，咱们这算不算洗劫？哼，这叫拿回属于我自己的精神损失费。大小姐，三小姐在福润堂给老夫人请安呢，让你也赶紧过去。穿成这副乞丐样，真给我们侯府丢人。三小姐，走，去会会这个活菩萨。大姐姐怎么还穿着昨日的破衣服？真是寒酸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侯府要饭呢。祖母，孙女也想体面，可孙女连1文钱都没有，只能穿着这件破衣服污了祖母和妹妹的眼。孙女不如死了算了。闭嘴！拿着，赶紧去买几身成衣，别在这儿嚎丧。谢谢祖母。大姐姐，我那里有许多穿过1、2次的旧衣服，你若不嫌弃，可以去挑挑。真的吗？妹妹的衣服我随便挑。当然，随便挑。太好了，又可以进货了。我的衣服，我的首饰，连我的肚盹都没了。小姐，肯定是大小姐干的，土匪进村也没这么干净啊。走，去落霞院。春雨，去把那个贱人给我拖出来。你个不要脸的，竟然把我们小姐的衣服都给拿走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这人听不得别人骂我，惹我不高兴了，就爱打人。你敢打我的人，父亲不会放过你的。那你去把他叫来，看他敢不敢踏进我这院子半步。小姐，镇国公府送来请帖，邀您3日后赴宴。谁啊？齐老夫人是您外祖母的故乡，而且您和齐世子自幼定有婚约。命老头说过，原主的死因是难产，只要我不结婚，是不是就不用生孩子了？这宴会我必须去，老娘要去亲自掀了这婚宴。萧静清，拿钱，跟老娘上街吃遍盛京城。好吃，这个也买，那个也包起来。空手碎了我佩剑的黄毛丫头，竟然是云阳侯府大小姐。关恒，去查查她入京前的事。是。
贫道风不渡。姑娘，你身后的两人，非我人间之物。虚空画符，莫非姑娘也是修道之人？实不相瞒，我自幼被师父带上山修行，他们二人是我唯二的亲人，被人杀害后，我实在不忍孤苦无依，才用秘法留住他们。人鬼殊途，你这是在折自己的阳寿。得罪了。收！我的法器。小道士，你打不过我。我这门派叫鬼百杀，我的人绝对安分守己。再敢惹我，我把你浮尘拔秃！有意思。镇国公府的宴会，本将去定了，我倒要看看这个黄毛丫头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这不是那个被我坑了钱的冤大头将军吗？好粗的大腿！财神将军，好巧啊！撒手！我不。我后妈要把我生吞了，你今天就是我在圣京城的靠山。于将军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这位是大将军府上的千金。谢国公爷款待，将军，咱们进去吧。他个乡巴佬怎么会认识杀神于将军？就凭你也配嫁给齐世子？你谁啊？本郡主乃当今圣上的亲外甥女。哦，那皇上的外甥女厉害，还是于燕大将军厉害？大胆！于将军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？我不仅叫他名字，我刚才还是抓着他胳膊进来的。怎么，郡主想替他砍了我？叶大小姐，老夫人有请。孩子，这些年在乡下受苦了。母亲，清凡是您故友之后，儿媳刚好没个女儿，不如就让清凡认我做干娘，以后咱们两家也算亲上加亲。这不就等于把婚约作废了吗？干娘，女儿给干娘磕头了！胡闹！清环是与妍儿有婚约的，认了干女儿，这婚约怎么算？老夫人，清坟自知在乡下长大，粗鄙不堪，
若是强行嫁入，只会让郑国公府沦为圣经笑话。唉，你去后园用膳吧。你就是那个死人脸叶轻凡？哼，就你也配肖想我哥哥？你骂谁死人脸？哼，骂的就是你！本小姐是郑国公府的大小姐岐山。来人，把这个村姑给我扔出去！老娘刚认了你妈当干娘，你算哪根葱？财神爷将军，快来救我！你要是不来，明天全圣京中都会贴满当朝太子半夜翻进女子卧房的画像。让开！你谁呀？长得一副莽夫样，哼，是这村姑雇来的穷护卫吧？哼，村姑配莽夫，绝配！给我把他们一起打！我不要面子了吗？放我下来！反了，去叫我爹！我要让谁都走不出去这个大门！你用了什么妖术？信不信我灭了你？道士给的传音符罢了。将军别气，我最擅长守口如瓶了。爹，就是这个莽夫护卫打我！大胆狂徒！于大将军，都是误会。爹，他就是个护卫，你怕他干什么？闭嘴！这是大陵战神于燕大将军。郑国公，令爱刚才骂本将是莽夫，还要我走不出大门。将军恕罪。叶大小姐，您看这事儿，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衙门干嘛？这样吧，让岐山明天去我侯府做7天端茶倒水的丫鬟，这事儿就算了。让我给你这个村姑当丫鬟，你做梦！于将军，这是小女和叶小姐的私事，您如此护着她，莫非与叶小姐有什么私相授受？老东西，你放肆！我可是于将军的救命恩人，你敢侮辱他？将军，他骑到你头上拉屎了，发威啊！拆了他的郑国公府！你给我闭嘴！太子画像哦。我答应珊儿去当丫鬟。这就对了嘛！你刚才侮辱了将军，是不是得赔点精神损失费？不多，13万两白银，现结。13万两？你抢劫呀！将军，继续拆。给我这就去拿。
堂堂大林战神，竟然沦落到给一个黄毛丫头当打手，为了太子的秘密，我忍。本江还有军务，叶大小姐，钱拿到了自己送来。叶大小姐，这是13万两银票。雨嬷嬷，点钱。粗鄙，简直是市井泼妇！小姐，13万两，一分不少。多谢干爹，多谢干娘。各位做个见证，齐夫人心疼我，已认我为干女儿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镇国公府的大小姐。你无耻！明明是你配不上我。对，你清高，你配得上。干娘，女儿带着精神损失费先告退了。发财了！有了这笔钱，老娘要在盛京城盘下最大的酒楼，天天吃香喝辣。将军，查过了，叶清环回京前一直被关在乡下庄子里，连饭都吃不饱，绝不可能接触到修道之人，更不可能知道太子的下落。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受虐村姑，突然变得力大无穷，还懂传音秘术。叶青眠，你这具身体里到底藏着什么怪物？齐小姐，既然来当丫鬟，就请认清身份。大小姐还在睡觉，起床气很大，你最好小声点。把那些衣服叠好，架子擦干净。记住，别弄出声音。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奴才，本小姐偏不。齐小姐，你完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饿了，走，去我那好继母院里吃大户去。那个小贱人又想干什么？母亲安好，落霞院连口热粥都没有，我只能来找母亲蹭饭了。侯嬷嬷，还不快去端早饭！清凡啊，你母亲当年为了贴补侯府，嫁妆早就用光了，单子也找不到了。哦，死无对证是吧？既然嫁妆没了，那母亲这屋里的东西就当是补偿吧。我看这些都不错，我全要了。我是你母亲，你敢抢我的东西？我再问一遍，给还是不给？给，都给你。小心点儿，那个红珊瑚别磕了。土匪啊！他比土匪还绝啊！我的家底啊！叶清凡，你个丑八怪，疯婆子！今天让我受的屈辱，我迟早要扒了你的皮！连马车都欺负我！姑娘，你身上沾染了极重的幽冥寒气，若不尽早去除，恐有血光之灾。你个臭神棍，咒谁呢？你全家才有血光之灾！给本小姐滚！
这寒气纯粹之极，绝非寻常游魂。他白天去过哪里？听说了吗？幽静的4把手萧大人被那个无脸女魔头强行留在人间当搬砖小厮了。嘘，别提那个女魔头，连幽冥之主都拿她没办法，咱们敢惹她，分分钟……无脸女魔头，萧大人，这等恐怖的幽冥之气，究竟是何方神圣降临？大林战神于燕，他怎么会卷入其中？将军，一大早来找我，是想我了吗？清凡，不得对将军无礼，我去书房处理公务。在乡下懦弱畏缩的叶清凡被你藏起来了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叶清凡啊，不过我回京前，明王爷给我托了个梦，说我以前太窝囊，让我以后有仇报仇，有手就杀。我丢了佩剑和几千两银票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一个弱女子要你的剑干嘛？将军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你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使，自己弄丢了？你说谁年纪大？你啊，我才17。不过将军别自卑，男人老一点有安全感。放手！放手！你再提我，信不信我明天去砸了你将军府的大门？我等着。你敢挡本少爷的路！来人，给我把他按住！我要踹他！蠢东西，你娘江灵月以前不过是你爹养在外面见不得光的外室，给祖宗烧纸都嫌丢人的那种。我娘才是8抬大轿娶进门的正妻，你妈给我娘提夜壶都不配。父亲说我是庶子，我要他死啊！好一个叶清凡，竟敢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翻出来。夫人，今晚是迎他回府的团圆宴，老夫人和侯爷都在。团圆宴，今晚我要让他知道，在这个侯府，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怎么，开饭都不叫我？今日是你回府的团圆宴，一家人都在。一家人，人齐了吗？除了在外游学的昭儿都在了。父亲怕是老糊涂了。你还有一个儿子，叶家真正的嫡长子，叶浮流。你放屁！叶家只有我和大哥。叶清环，你太放肆了！明轩是你弟弟。我娘就生了我和叶浮流2个，哪儿来的叶明轩这个弟弟？叶清凡，你吞我娘嫁妆，霸占侯府主母之位，现在还敢跟我讲规矩？这饭太恶心，我回院子吃了。各位慢用，今晚去街上找几个机灵的游魂，连夜赶去利州。小姐，要弄死谁？弄你个头！去找到我那个便宜弟弟叶放流，暗中护着他。
我今天提了他，江灵月那毒妇肯定会下死手。明白。不过小姐，白天游魂不敢出来，怎么护？白天我自然会找全大林最硬的靠山来护。哼，什么人？去通报一声，云阳侯府叶清凡应于将军之邀，特来砸门。将军，我这准头还行吧？两边没砸平整，难看。我不要面子的，放我下来！砸了我的门匾，你最好有个能保住脑袋的理由。10万两，镇国公府自铸的，孝敬将军。无功不受禄，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我在利州有个亲弟弟，我继母肯定会派人杀他，我求将军派2个私兵，暗中保他一命。我的人是朝廷的兵，不是你的私家部位。将军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以后你死了，我保证你在幽静横着走。人我帮你找，钱拿走。祖母，你误会了，她不是什么孙媳妇儿，她就是个来还钱的黄毛丫头。人家姑娘都不嫌弃你年纪大脾气臭，你还敢嫌弃人家？她又矮又瘦，没文化，脾气比我还暴躁。她刚才还拿斧子把咱们将军府的门匾给砸了个窟窿。有勇有谋，敢砸将军府的门，将来一定能镇得住你这狗脾气。关恒，立刻派人去利州找叶笃妃，马上！我一刻都不想待在这里了。小姐，打听清楚了，刚才过去的那批道士都是去户部周尚书家的。听说周家大少爷突然离奇发狂，到处咬人，像是沾了不干净的东西。这种热闹怎么能不凑？走，去尚书府，老娘今天去教教他们什么叫真正的物理驱邪。萧敬清，这帮牛鼻子老道也是来抢饭碗的。小姐，打听到了，周家悬赏了1万两黄金。1万两黄金，这钱上写着我叶清凡的名字。走，排队去。你也来挣这1万两黄金啊？叶道友，贫道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除魔卫道。真巧，我也是。不过这青天白日的，邪祟都不敢冒头，不如咱俩合作。你先去茶馆歇着，天黑了咱们一起进，赏金1人1半。好，但若遇邪祟，请叶道友先别出手，让我历练一番。没问题。萧敬清，你在这排队，我带小道士去喝茶。2位道长，我们家少爷就在里屋。这位姑娘也是修炼之人。散！高人，若能救我儿，除了1万两黄金，周家愿年年为道长奉捐。周大人痛快，那咱们就等着吧。今日奴家想唱一曲《玉簪录》，快寻奴家的琴来。粗鄙之人，别碰奴家。
多管闲事！离！叶道友，这粉白色的雾气是何物？贫道从未见过。小道士，你是不是没看过画本子？这叫情爱执念化足的粉色泡泡。周郎，我的周郎，哟，还是个跨场追人的痴情种。哼，说吧，长得跟朵花似的，死了也不去幽静报道，缠着人家尚书公子干嘛？你放开我，我要和周郎在一起。我说，早这么乖不就好了？我叫林锦瑟，曾是扬州城玉香楼的花魁。那年，我遇见了高中结缘的周郎。锦瑟，等我进京考取功名，定回来为你赎身，八抬大轿娶你过门。我等啊等来的却是他在盛京娶了高官之女的消息。青楼老鸨逼我接客，我为了守住清白，我死后执念不散，直到前几日，我终于飘到了盛京。所以，你用执念布下结界。我没想害人，我只是太想他了。你是不是脑子撞坏了？他是何意？你死了整整20年了，你觉得你的周郎还能这么年轻？地上躺着的根本不是你的周郎，而是他跟他正牌夫人生的儿子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！给脸不要脸是吧？老娘今天就教教你幽静的规矩。燕硕，我的儿！周郎，是你吗？看阴阳，自己看。锦瑟，真的是你！当年我叔父玄武道长阻拦我回扬州接你，我给你写了信，你为何不回呀？信，我从未收到过。原来你没有抛弃我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去幽静报道吧。多谢二位道长，这1万两黄金，请笑纳。若非我叔父玄武道长去了外地，也不至于劳烦二位。道长叔父，当年阻拦接人，还结了信，这老道士有点东西啊。老大，里面有杀气。正好，我刚赚了钱，正愁没人给我助兴呢。逆女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侯爷，她根本不是大小姐，真正的叶清凡是个受气包。这个女人力大无穷，是个冒牌货。
侯爷，难怪他一回府就闹得鸡犬不宁，原来是妖孽附体。说我是假的，江凌月，你是不是脑子里进水了？侯爷，他绝对是假的。大小姐锁骨处有蝴蝶胎记，他肯定没有，必须滴血认亲。父亲，看清楚了吗？现在该算算我这10几年在庄子上的账了。陶管事，你在庄子上克扣月薪，苛待主子，污蔑我身份，这笔账怎么算？大小姐饶命，都是夫人指使的。为夫，你血口喷人！陶管事，话已经说出口了，现在想咽回去，晚了。这些年，侯府拨给我的衣食银子，一笔一笔都进了谁的口袋？账上写得清清楚楚。大小姐饶命，小人只是照夫人的吩咐办事。清凡，此事为父一定查清楚。不用慢慢查，人证物证都在。明日一早，陶万福和这些账去一起送去官府。侯爷，夫人，救我呀！没劲，我回清汤园睡觉了。谁再敢来烦我，就跟这些账册一起去官府说话。出来！我只是路过。听墙角听得清楚吗？我什么都没听见。没听见可不行。明天一早，把今晚明堂里发生的事传出去，传云阳侯府的狄大女回来了，庄子上的账也该清了。明天一早，我要盛京人人都知道，云阳侯府欠我的账，该还了。叶清凡，你个疯婆子！我这就去满大街说你是个母夜叉！他连背地里骂人都能诅咒，太邪门了！小姐，这3家铺子去年一共亏损了240两。江凌月这个毒妇，说我娘的嫁妆全贴补侯府了，就剩这3个烂摊村子。唉，夫人说嫁妆单子早烧了，死无对证啊。好一个死无对证！老娘今晚不把他吊起来打，我就不姓叶！萧剑清，拦住前面那辆车，那个偷跑我房间的人在里面。烦人！美人儿，相遇即是缘分。上次偷偷跑进我房间的事，咱们今天是不是该算算了？你这个妖女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除非你是当今圣上，否则你是谁，我都不放在眼里。实话告诉你，连那个大龄战神于燕都被我砸了将军府的牌匾，还得乖乖请我喝茶。你是我亲姐，以后我裴勋然就是你小弟。樊姐，你刚才讲的那个幽静冥王抢亲的故事，后来呢？后来啊，冥王就被那个女鬼给……黄毛丫头，你胆子真够大的啊！那个于将军，
我吃好了，我先走了。他叫你一声樊姐，你也敢应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知道啊，太子吗？怎么，叫我一声姐委屈他了？你既然知道他是太子，还敢口无遮拦，你叶家9族都不够猪的。当皇帝的心眼这么小。行了，别废话，找我什么事？你弟弟叶放流找到了，他被送到利州旁支，旁支有了亲生骨肉后，对他非打即骂。8岁那年，他被赶出家门，成了一个小乞丐。不过他后来被书院夫子收留，现在已经是秀才了。我留了人暗中保护他。难喝死了！你母亲的嫁妆单子，官府有备案。只要你保证以后不拿太子的事威胁我，我帮你拿出来。成交。江凌月吞了我娘的嫁妆，还纵着人虐待我弟弟，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听令，拜见老大。小姐，你是想让他们去主院？不伤人，不见血，只让他们自己把亏心事吓出来。去主院。今晚我要让江凌月和叶重之好好尝尝自己做过的亏心事。你们分成2波，一波去叶重之屋外敲窗晃灯，引他出门，让他自己踩空落进鱼池，扔进鱼池里，别淹死了，泡透了再捞出来。是，老大。另一波去江凌月那边，拆了他的发髻，把他的头发给我剪掉，让他以为府里真有东西盯上他。小姐，这样一来，他明日必定会请道长。我要的就是他请。去吧，今晚我要侯府鸡犬不宁。谁在外面？来人！快来人！侯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方才窗外有人影，有人影！夫人，昨夜侯爷也说看见了人影，还落进了鱼池。府里怕是不干净啊！闭嘴！快去元清观请云心道长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在侯府装神弄鬼。小道长，开始吧，我可是买了头排 VIP 座位的。今天这戏要是不精彩，我可不给钱哦。去！这妖孽好生猖狂！再起！
这点微末修行也敢出来骗钱，比老道士差远了，没意思。救命！这鬼太凶了！我抓了！太残暴了！太残暴了！红嬷嬷，今夜我不要睡，你们轮流陪着我。我要是闭眼睛了，你们就把我喊醒。哎，好的，夫人。叶道友，听闻侯府昨夜有怪物，连元清观的道长都被打跑了。元清观，这道观很有名吗？元清观乃大林第一大派，已立派近500年，其背后的元清天师更是深不可测。无脸丫头，当年困住你的那个阵法，施法人的法力深不可测，连我都查不到气息。500年查不到气息的道士，元清观，老娘的救身，8成就在你们手里。小道士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侯府根本没怪物，是我那恶毒继母吞了我亲娘的嫁妆，我迫不得已才用幻术吓唬她。这用幻术吓人，终究有违道心。难道任由恶人逍遥法化就符合道心了？小道士，你不是要历练吗？等他走投无路时，你以元虚观的名义出面驱邪，帮我拿回嫁妆，这叫匡扶正义，还能打响你们吊观的名气。叶道友言之有理，惩恶扬善，贫道亦容辞。搞定，免费打手加1。叶大小姐，我家将军请您明日赴宴。将军说了，务必赏光。小姐，这绝对是鸿门宴啊！将军肯定是想起来你把他打成猪头的事儿了。鸿门宴，老娘长这么大还没吃过亏。回去告诉你们将军，我要吃叫花鸡、水晶肘子、佛跳墙，少一道菜，我明天就把他的将军府拆了。去哪儿？当然是去吃大户。走，去将军府赴宴。我倒要看看于禁那张猪头脸消肿了没。将军，你家厨子手艺真不错。吃吧，吃了这顿断头饭，黄泉路上你也远些也少点。饱死鬼确实比饿死鬼强。这叶大小姐是真不怕死啊！饭吃完了，该算算账了。那日在花间楼，是不是你趁我喝醉，把我打成这样的？你欺负人！我不过是多吃了你2口饭，你就一口一个断头饭诅咒我，骂我！你堂堂大将军，竟然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你要不要脸？闭嘴！让别人听见还以为我真把你怎么样了。你别装蒜，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将军，我对你的敬将之心，天地可见。我要是打你，我就被天打雷劈。你还有什么遗言？那个，将军，我吃饱了，先走一步。
叶清凡，你给我站住！逆女，在玄妙道长面前不得无礼。怎么，在自己家连吃个水果都不行？道长，你能让我爹一夜之间长出胡子吗？无知小辈！元清观的玄字辈也不过如此嘛。前几天周家闹鬼你都不敢去，是不是怕打不过啊？欺世盗名！不知死活的丫头，今天就让你知道元清观的厉害！道长，你这法器怎么跟纸糊的一样，这么不结实啊？小气鬼，等你把法器缝好了，我再来看戏。布阵！何方妖孽，前来！元清观，500年的账，咱们慢慢算。给我跑！停下！快停下！这股力量，这是降维的碾压。侯府里到底藏着什么怪物？清凡，你又发什么疯？快给道长让路！父亲急什么？道长的法器落下了，我这不是好心来还吗？你竟敢如此折辱贫道！粉色多娇嫩啊，道长不喜欢？叶重之，你女儿如此猖狂，就是得罪了整个元清观。这大临天下，还没人敢不把我们天师放在眼里。这大临天下是当今圣上的天下，难道你们元清观还能越过皇权不成？闭嘴！你要害死侯府吗？我相信圣上英明玄武，绝不会为了一个坑蒙拐骗，连只鬼都抓不住的破道观，治罪侯府，对吧，玄妙道长？你这泼妇！抓不住鬼，就退钱10万两酬金，少一个子儿，我就去顺天府告你们诈贱。给他，把钱给他，我们走。清凡啊，府里还要请别的法师，这钱……我的精神损失费，你也配惦记？滚！叶清华，跟我来。出事了，你母亲的嫁妆单子，官府备案的底单。将军敞亮，走，我请你喝10坛好酒。酒先欠着。我收到飞鸽传书，你弟弟一夜复流，2天前遇刺了。我留了暗卫，他没事，但杀手是死士，被抓后直接咬毒自杀了，死无对证。死无对证，在我这里，证物也会说话。将军，帮我把那几个人封存好，
低温送回圣丁。你要亲自查？我弟弟的命差点没了，我当然要亲自查。这件事牵扯唐颖门，不是普通家宅争斗。你一旦插手，背后的人不会放过你。他都感动叶复流了，还指望我装瞎？小姐，要不要先报大理寺？报，当然要报。但在报之前，我要先确定那几个人到底是真闭嘴，还是被人故意闭嘴。这件事从现在起，不能再有第三个人知道。大小姐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去运文院。我弟弟死里逃生，我这做姐姐的总得去给父亲报个喜。谁？叶清凡，你大清早闯进我房里做什么？我可是你父亲。父亲？叶浮流在利州差点没命的时候，你这个父亲睡得倒是安稳。浮流遇刺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2日前。若不是有人暗中护着，他现在已经回不了圣经了。不是我再糊涂也不会害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我当然知道不是你亲自动的手，可当年把我们姐弟赶出侯府的人是你，把我丢去庄子，把浮流送去利州，让江凌月有机会对我们下手的人也是你。我只是以为那样对你们都好。你是以为还是根本没管过？我也是被江蒙蔽了。当年是他说庄子清静，适合你们姐弟养身子。清静？一个被丢去灞溪庄子干粗活，一个被送去利州老家自生自灭，这叫养身子。别！这些东西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知道？那正好，我拿着这些去官府，让关老爷替你查清楚。家丑不可外扬。清凡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是在提醒你，再有下次，你也要完蛋。你还要去哪儿？解决了一个帮凶，现在该去找正主了。叶清凡，你疯了吗？你私闯我的院子，我要报官抓你！报官？好啊，我正愁没人替我跑这一趟。你拿几张破纸来吓唬谁？不急，还有。这是什么？报官的时候，顺便告诉关老爷，你故人暗害侯府嫡子，又私藏我母亲嫁妆银票。你胡说，我没有！你拿不出证据就是诬陷。你以为那几个死士闭了嘴，这事儿就查不到你头上？唐颖门接单要用中人私印做凭，江家这枚私印怎么会藏在你院里的暗格？一枚印而已，能说明什么？那这个呢？这是官府备案的嫁妆底单，我娘留给我的田庄、铺面、银票、首饰，你这些年吞了多少？我会一笔一笔查。那些东西本就是侯府在管，管不是占，保管更不是私吞。明天天亮前，把嫁妆账册、库房钥匙、田庄契书全都送到清塘院。
我要是不送呢？那我就带着这些证据去官府清账，到时候丢的就不只是你的脸了。元清观的阵法，死士的刺杀，这圣经的水比我想象的要深，普通的灵体已经不够用了。您老头子，快上来！老崔，怎么是你？我叫的可是明老头。没大没小，冥王闭关了。大半夜的又找我，你在人间闹得鸡飞狗跳，没伤人吧？答应了不伤人就不伤人，但今晚找你是查2个人。谁？唐颖门死士唐七、唐九，有人雇他们刺杀我弟弟，他们咬毒了。齐了，册上没收他们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他们没死透，这不是寻常毒，是碧溪假死药。外头看着像死了，脉息却被药性压在骨缝里，若过了今夜没人救，才是真断气。所以他们是假死。好一招死无对证。他们现在意识被药效困住，问不了太久。你要问，就趁现在。1刻钟足够了。这是哪儿？我们不是服毒了吗？毒能锁住你们的身子，锁不住你们的脑子。你是谁？叶放灵的姐姐，叶清凡。不可能，我们明明已经没死。你们的身体现在被黑衣军封在兵车里，幕后之人以为你们闭了嘴，这桩事就没人查得下去。可惜你们遇上的是我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唐颖门接单，左袖藏暗纹，右靴夹毒囊，成事之后服碧溪药，等接头人回收。你们以为接头人会救你们？错了，他们给你们吃的不是解药，是灭口的药。不可能！你们若真死了，没人替你们喊冤；你们若活着，至少还能做个人证。我们只是拿钱办事。谁出的钱？雇主是云阳侯府的江灵月。江灵月，我们只知道这么多。接头的是江家的人，袖口绣着3道银线，其他的真不知道。时间到了，再问下去，他们身体就真撑不住了。想活就记住今晚说过的话，等我找到你们的身体，你们当着我的面再说一遍。江灵月很好。小姐，现在去找他算账。不急，人心里有鬼，才最怕证据自己找上门。谁？是谁？是谁在装神弄鬼？小姐，他慌了。慌了就好，明天该让他掏钱了。该算账了，这是我娘嫁妆缺失的部分，折合现银
30万两。30万两！怎么，昨夜不是还怕堂七堂九开口吗？现在倒想装听不懂了。小姐，江姨娘竟然真的凑齐了30万两。她回了一趟娘家，连侯府的公账都动了。不对劲，江家不可能给他这么多，侯府的产业也不可能赚这么多。福泰钱庄的票号30万两里占了大半。侯嬷嬷，你跟着江灵月管账这么多年，不会不知道这钱从哪儿来吧？奴婢不知道。唐颖门的人已经供出街头的是江家银线袖口，你现在说实话是戴罪立功，你替他扛便是同案。夫人用侯府的名义在外面放印子钱。小姐，私放印子钱还牵扯侯府名义，这可是重案。所以我说，这30万两来得太巧了。大小姐饶命，奴婢只是替夫人跑腿，账本都在福泰钱庄后院暗柜里，奴婢愿意带路。按手印，记住，今日不是我逼你，是江灵月把你推到了这里。江灵月，这次按大林律法，谁也救不了你。这几天帮我搬嫁妆、守账册作证的，一人100两；清财院的丫鬟，一人1000两，全部登记造册，明账发放。谢谢大小姐。小姐，您把江姨娘还回来的钱全分了。这是我娘的嫁妆，不是江灵月的遮羞布。愿意替真相站出来的人，我自然不会亏待。走，今天和财神将军约好的日子。例行检查，全部下车。哼，叶大小姐出城带这种东西，意欲何为啊？怎么，本小姐去城外郊游，带斧头砍柴、烤叫花衣，带棍子打蛇，犯法吗？强词夺理，我看你分明是意图行凶。来人，把这禁物给我没收了。你把我妹妹害得那么惨，今天落到我手里，我让你出不了这圣水城。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。我请问在场的各位街坊，哪条大明律法规定，老百姓出城不能带砍柴的斧头？没有，我天天带柴刀出城。江门后，你因为一己私怨，罔顾律法，
随便给百姓扣上携带禁物的罪名。你眼里还有没有当今圣上？有没有大令王法？你胡说八道！我只是例行检查。例行检查？那为何只查我的马车？为何一见斧头就要定我意图行凶？为何你刚才亲口说要让我出不了圣坚城？叶大小姐，是下官查错了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给您道歉。道歉？如果道歉有用，要大理寺干什么？江门侯，这事儿没完。人都在这儿，我的人查过，2人已经断气，另外2人也像毒发身亡。没气息，不代表没线索。杀手可以闭嘴，身上的东西闭不了嘴。看出什么了？这2个还有一线生机。没死。碧溪假死药，脉息被压住，拖过今夜才会真的醒不过来。还喜欢在人脸上留记号。不是我们带回来时，我的人没动过他们的脸。除了那个刚被刺杀的小狼崽子，谁会冒险留下这种提醒？叶浮光，你果然没我想的那么傻。你看懂了？这是我弟弟留下的记号。叶浮光，他知道这2个人不是真死，所以给我留了提醒。另外2个照旧按尸体处理，这2个立刻送去长离山庄。他们还能醒？叶放成给我留的不是尸体，是活口。小姐，他们真还有救？救人，也是救证据。动了。别急，药性还没散。这2道痕迹不是血痕，是标记。叶放风在告诉我，这2个人跟普通刺客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一个习惯左手握刀，一个虎口有旧茧，身上还有统一暗纹。他们不是临时雇来的散人，是被长期训练过的近身杀手。醒了就别装，你们在昏迷里说过一次，现在当着我的面再说一遍。别找了，你们身上的药、暗器、腰牌、鞋底泥我都看过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知道是谁派你们去杀叶复流。我把这些东西交给大理司，他们会按刺杀侯府嫡子的案子查。到时候你们背后的人为了灭口，第一个不会放过的就是你们。我们不能说。你们中的药还没彻底解，7日之内没有第2次调理，药性反扑，你们照样活不了。小姐救你们一次，不代表会白救第2次。我们是唐颖门的人，只负责拿钱办事。雇主是江凌月，袖口绣着3道银线。他说叶复风不能活着回圣地。行，你们的命我暂时留着。你要我们做什么？去拿2个面具来。小姐要收他们？他们刺杀侯府嫡子，按律难逃重罪，想活就做人证。只是做人证？明面上你们戴面具跟着我，做保镖兼马夫，暗地里替我查唐颖门和江家的账。江凌月想用你们断我弟弟的路，我就用你们反查他的账。戴上面具，跟我回侯府。叶大小姐，我们若跟你回侯府，江凌月一定会认出身形。那就让他认，他越怕，
越容易露馅。清凡，我求求你，帮我请那位周家的大师来驱鬼吧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好说啊，拿钱就行。周大人给了大师黄金10000两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就给2万两黄金吧。2万两黄金，那是20万两白银，你这是抢劫！这是还账。你买凶害我弟弟的时候，怎么不嫌贵？我给，只要能把这事查清楚，我给。江姨娘这是把棺材本都掏空了吧？拿出来才好。走，带上咱们的新保镖，找小道士合账去。叶道友，你身后这2位，不是前几日传闻里毒发身亡的唐隐门死士吗？眼神不错。他们不是已经……碧溪假死，药劲儿未散，人还活着。他们手里握着江灵月买凶、放印子钱、暗害侯府嫡女嫡子的证据。现在不能送出去，也不能让江灵月知道他们还活着。可你把人藏在身边，风险太大。风险大，也比让真相烂在地底强。恶人买凶杀人时，没人替我讲规矩；江灵月侵吞我娘嫁妆时，没人替我讲公道。现在我讲证据，讲律法，讲真相，谁也别想拦我。江灵月出20万两，请你去侯府驱邪消灾，这钱咱俩一人1半。不行不行，我虽然爱钱，但这种昧心钱不能全拿。谁让你昧心了？明日你照常去侯府，不过不是替他骗人，是陪我把他装神弄鬼那套拆给所有人看。你想借他请我这件事，让他自己露怯？没错，他不是想借邪色2个字遮丑吗？那我就让全侯府都看看，真正心里有鬼的人是谁。这个能做。我拿1张跑腿费，剩下的你收回去。七儿，上道具。钱不要，书必须收下。明天要演得像个高人，多看点画本，学学气势。叶道友，你管这个叫修行？人情世故也是修行。走自然点儿，你们现在是护卫，不是木桩。小姐，我们尽量。叶大小姐，黄毛丫头，你这2个护卫的身形，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他们到底是谁？眼熟？全天下长得壮的男人不都这体格吗？那为什么要戴面具？怎么，大领律法规定丑男不能戴面具了？关副将，这点心可好吃了，你天天跟着将军风吹日晒的，多吃点补补。拿着拿着。叶大小姐，这太多了。
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。叶道友说侯府没闹鬼，我且看看。法眼开。这侯府里到底藏着什么怪物？风道长，请。有劳。叶道友，风道长，您可算来了，快，咱们去前院，我父亲和姨娘们都等着您大显神收呢。风道长，拜托了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我这就帮你们把头上的晦气吹走。天哪，侯爷和夫人的头发！要不说父亲和江姨娘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呢，连掉头发都剃得这么有夫妻相。你这逆女，你竟敢羞辱亲父！亲父？你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亲父？传闻已破，贫道告辞。不管怎样，今日那场闹剧总算过去了。夫人，不好了！老夫人来信，大舅爷被大理寺传讯了。我大哥怎么了？大理寺查出大舅爷借守城之职私纵可疑人犯，还牵出江家钱庄旧账，江家要完了。我要回江家，我要去救我大哥，他不可能做这种错。夫人，你清醒一点！大理寺现在查的是江家钱庄和城门私纵案，你若现在回去，只会被当成串供，连大少爷的世子之位、二小姐的婚事，全都要被你拖下水。叶青山，一定是他干的。大理寺重地，闲人免进，报案去顺天府。哼！各位盛清的街坊看过来，我云阳侯府大小姐叶清凡，今日实名地状，我要告发云阳侯府主母江灵月，借侯府名义私放印子钱，侵吞嫁妆，勾连江家钱庄，账本、银票、供词、人证，全部在此。叶大小姐，大理寺接案，请进。江氏，你涉嫌借侯府名义私放印子钱，侵吞嫁妆，大理寺奉命请你回衙问话。不，我不去。公文在此，请江氏配合。
若有冤情，可到堂上自辩。江凌月入案，江家的账也被翻出来了。这圣境的空气今天格外清新。樊姐，是我。别出声。堂堂太子被人逼得钻巷子，你那几个绝世高手护卫呢？去引开那些人了。樊姐，宫里有人不想让我安稳撑到中秋宴。那你还不赶紧回东宫？我根本不想困在东宫里，我只想查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给我下绊子。你总算说了句像太子该说的话。中秋宴后，父皇就要让我正式入东宫理政3年。不过下个月宫里有中秋宴，你可以来玩。中秋宴能吃御膳，能参观皇宫。当然。给我搞张请柬，我要最靠前的位置。包在我身上。你这么痛快，不会是想让我顺便帮你盯着宴上的那些牛鬼蛇祟吧？樊姐英明。行，饭钱你付，忙我顺手帮。兰儿，你受苦了。你放心，就算你母亲犯了事，我齐言发誓，此生非你不娶。世子，兰儿只剩下你了。叶清魂，你毁了我娘，毁了我的家。下个月的中秋宫宴，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大小姐，明日咱们去元清观上香吧。听说玄字辈的大道长们都回京了，特别是那位擅长符咒的玄玉道长，极其灵外。元清观，玄玉，好啊，500年了，我也该去拜访一下我的老朋友们了。快看，那是云阳侯府的女眷，带这么多东西，这是要出城避风后吧？姜氏放印子钱害人，侯府这回脸都丢尽了。先把姨娘们送到庄子安置。小姐，那元清观……阮娇娇把线索递到我手里，我当然要去看看。小姐，这有问题，像是在压我们身上的旧印记。稳住！好霸道的镇压法阵，竟然能直接灼伤他们！你们先留在外面，别硬闯。小姐一个人进去，我去看清楚，这元清观到底藏了什么。破妄开。我的旧身残印，500年了。你们果然把我的线索压在这里。有人看见了凤阵，500年了，竟然还有人能找到这里。
500年了，你们竟敢把我的救身残印锁在暗无天日的地底！好强的护山大阵！3层掩19层，藏得够深。今天我就拆了你这层伪装。破！终于。烧！阵眼已破，我看你这缩头乌龟还能藏多久？天哪！昨天还是3层，今天怎么变成19层了？小姐，这是你干的？我只是拆了层遮羞布，把他们藏起来的东西露出来而已。不出来是吧？那我就在偏院等你把下一步棋亲手送到我面前。清环，我今天在后山遇到一位道长，他说与我有缘，1文钱卖了我这张符。我听说他是玄玉道长，这符肯定灵验，送来给你保平安。玄玉道长，他长什么样？长着一双细长的丹猛眼。好霸道的探测法阵。找到你了。既然是道长给你的机缘，你就自己收好。那我先回房了。查到我头上来了。好啊，玄玉老狗，我这就亲自去会会你。塔阵被破，门匾被毁，天师到底何时出关？天师说了，玄元塔的事不用管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扬州城那具失踪的灵体。天师有令，只剩3年时间。3年？若3年内无法重新炼成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。极品灵体，只剩3年。太子裴勋然也是被困东宫3年不理朝政，这世上绝对没有这么巧合的3年。元清观、大林皇渣，你们到底在下什么大棋？去元清观求神拜佛，怎么没把你这满身邪气洗掉？神仙怕我砸场子，不敢收我。走，进城，我请你吃大餐。将军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当今圣上真的不管太子吗？
圣上原话是：当皇帝前就该开心快乐。这3年，太子什么都不用学，只需纵情享乐。纵情享乐，这是在养猪，还是在养祭品？真是一条好狗。我是说，圣上真是个好父亲。叶世子，您游历归来，春闱必中状元啊！你大哥叶明昭，他是3皇子的绝对心腹，城府极深。你搞垮了他母亲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是吗？那我就看看，是他的城府深，还是我的斧头硬。哟，换人看门了。世子有令，今日侯府不见外客。外客，睁大眼看清楚，我姓叶。拦我可以，先让叶明昭把族谱改了。清环，你没想到吧？我还能回来？哟，头发长出来了。别以为只有你会什么妖法。大妹妹，你离家太久，不懂规矩。母亲受了点委屈，我这个做儿子的，自然要接她回府。大理寺卿已经查明，放印子钱的另有其人，母亲只是被下人蒙蔽。大妹妹，侯府的规矩从今天起该改了。清凡，你母亲既已回来，此事就到此为止。侯府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你也该懂事些。改规矩，好啊。那就先按大林律法的规矩来。江凌月能出大理寺，是因为有人替他认了印子钱的罪，不代表他吞嫁妆暗害嫡女嫡子的账也能一笔勾销。你胡说！我有没有胡说？账册会说话，契书会说话，唐颖门的共识也会说话。大妹妹，凡事要讲证据。我最喜欢讲证据。这是我娘嫁妆底单，这是大理寺留档回瞻。叶明昭，你今日把人接回来，我不拦你，但你若敢替他抹账，我就让大理寺重新开卷。你是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提醒。从今日起，清堂院的账归我自己管。我娘的嫁妆，谁拿了谁还。侯府的规矩若想改，就先把欠我的东西吐干净。叶清凡，你别太过分！我过分？你们把我扔在庄子10几年，吞我娘嫁妆，害我弟弟，害我性命。如今我只是要账，你就觉得过分了？大妹妹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正好，我也不喜欢账算得太快。小姐，谈得如何？叶明昭想拿侯府的规矩压我，好啊，我就把侯府的规矩砸个稀巴烂。宇之水，准备一下，中元节过后，我要让你嫁给我爹，当着云阳侯府的新主母。小姐是要用我这个假主母逼他们露底吧？放心，假的，只办戏不真嫁。定。嚯！就这点三脚猫功夫，也敢出来丢人现眼？环姐，我灯还没放呢，命都差点丢了，还惦记灯？樊姐，你太厉害了！不过就算你不出手，我也未必会有事的。这么自信，你练了金钟罩？这是父皇特面向元清天师求来的保命金环，让我片刻不离身。以前也有人想靠近我，刚到1寸外就动不了了。
根本不是保命金环，这是命脉尽阵。袁清观以护身为名，把太子当成了维持旧阵的媒介。樊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也觉得父皇对我特别好？好得很。袁清观，大林皇室，你们这盘棋原来是下在太子身上。大美人儿，以后不管去哪儿，跟紧姐，姐罩着你。好嘞，欢姐，我饿了，咱们去真月楼吃大餐。三皇兄，太子，你要找女人消遣，好歹也把眼光放高些。大晚上的和这种不三不四的野丫头混在一起，真是丢尽了皇家的脸。她是我朋友，我不许你侮辱她。本皇子教训你，是为你好。大家快来看啊！我云阳侯府大小姐清清白白，今日带着随从与朋友聚餐，却被这位公子当众辱骂，不三不四。当今圣上励精图治，海业渠清，未婚男女结伴出行，本是盛世之景。这位公子，你如此恶毒的揣测我们，难道是对圣上治下的太平美不满？你是在质疑圣上的大统吗？算你狠！走。叶清环，你闯下大祸了。明日三皇子会驾临侯府，你最好乖乖跪下磕头认错，否则神仙也救不了你。认错？好啊。明日我也准备了一出绝世好戏，保证让你和三皇子终生难忘。昭儿，那野丫头昨日得罪了三皇子，今日定要让她脱层皮。哼，母亲放心，今日有三皇子坐镇，由不得他不低头。侯爷，大少爷，来了！快，随我出去迎接三皇子殿下。不是三皇子，是太子殿下驾到。微臣叩见太子殿下。环姐，我来给你撑场子了。哎呀，人终于齐了。父亲，今日贵客当门，咱们也该谈谈您续弦的大喜事了。算这小贱人识相，知道有三皇子在，终于肯松口把我扶正了。清凡啊，你能体谅家族大局，为父很欣慰。父亲，你误会了。江姨娘毕竟是进过大理寺大牢的人，一身晦气，怎么配当侯府主母？更何况我娘留下的嫁妆账册还没算清，霸西庄子的旧账也没算清，这样的人掌侯府中贵，父亲睡得安稳吗？我觉得我的贴身嬷嬷玉之水端庄贤淑，处事稳妥，八字极好，让庚之水暂掌侯府内务，代行主府权。叶清环，你疯了吗？你竟然让一个奴婢压到我头上！荒唐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我堂堂云阳侯，绝不可能让一个下人掌侯府内务。放肆！姑觉得甚好。怎么，云阳侯是对姑的干姐姐的建议不满，还是对姑不满？微臣不敢。叶清凡，你敢把侯府的脸面踩在脚下？踩脸算什么？不娶！今天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！放肆！叶明昭，你敢在姑面前动刀剑？你是想造反，还是想刺杀当朝太子？还不把剑放下！
冯父拖下去。父亲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家不可一日无主。既然休了妻，咱们就谈谈您迎娶葛氏为新主母的大喜事吧。简直荒唐！耿氏在灞溪庄子护我10几年，对侯府有天大的恩情。父亲难道是个忘恩负义的伪君子？好，有情有义。云阳侯，孤觉得这门亲事极好，孤今日就做个见证，明日便向父皇请旨。云阳侯若敢抗旨，便是欺君。微臣遵旨。太子殿下，三皇子殿下，请移步花厅用膳。逆女，你竟敢联合外人如此羞辱我！你真以为我治不了你？叶冲之，你装什么清高？你书房暗格里那本与边关将领私相授受、结党营私的黑账，要不要我拿去给皇上看看？你怎么会知道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乖乖听话，保住你这云阳侯的爵位，等我弟弟回来承袭。现在该去处理废品。想留在侯府，可以签了这张死契。看来你这双手还惦记着以后翻盘作恶呢。既然不想签，这双手就别要了。把他扔进厨房后院的柴房。母亲，叶青川。大小姐有令，擅闯柴房者，一同关押。母亲，儿子不孝，您等我，我定让叶清帆血债血偿。殿下，叶清妃有妖术护体，应聘绝无胜算。武力不行，就用黄泉。本皇子倒要看看他的妖术能不能敌得过天威和道法。樊姐，搞到了！中秋宫宴最前排的位子。好极了，元清观的3年炼气阴谋，大林皇室的无情夺食，还有弟弟深渊里我的救身残印。中秋夜，咱们去掀了他们的棋盘，算总账。新主母，别算那些碎银子了，过几天就要去宫宴砸场子，你穿成这样，岂不是丢我云阳侯府的脸？走，去千金阁置办行头。小姐，千金阁的东西很贵的。这套我要了。这套本郡主要了。真漂亮，包起来，我要了。这套更好，本郡主要了。这是我们先看上的，你看上了有什么用？没付钱就是本郡主的。别人看上的，你抢得走；我看上的，你动一下试试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可是圣上亲封的昭苑郡主，你敢跟我抢？你放手！看来皇家还没教你礼仪。又是这招。郡主是吧？喜欢抢东西是吧？走，陪我去大理寺喝杯茶。既然大哥懂规矩了，那咱们就继续。江凌月嫉恨善妒，搓磨嫡女，行事不义，
私放印子金，窃取百姓血汗。父亲，为了云阳侯府的百年清勋，请休妻。侯爷，你不能休我，昭儿和兰儿不能没有母亲啊！云阳侯，这等恶妇若是不休，明日姑就去父皇面前好好夸夸你治家有方。拿支笔来，本侯今日休妻。姜氏，你非我叶家人，滚出侯府！叶重之，你好狠！你敢休我，我就把你当年干的那些丑事全都……岐山，跟上。我为什么要跟着去？他是郡主啊！因为你是原告，今天我带你开开眼。你放开我！我母亲是怀真公主，你死定了！父老乡亲们，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位昭苑郡主，光天化日之下强取豪夺。我等虽是普通子民，但也是圣上治下的子民。他辱骂我等，就是在辱骂圣上。圣上日理万机，体恤百姓，而这等蛀虫竟敢狐假虎威，败坏圣上清誉，这简直是圣宁之耻，大佞之耻！对啊，皇亲国戚就能随便抢东西吗？又是这个活祖宗，他怎么连郡主都敢绑过来啊？吴大人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昭苑郡主目无王法，大逆不道！你胡说！大人，快把这个贱人抓起来！二位有话进大堂说，进大堂说。吴大人，他污蔑我，我只是骂了他几句，怎么就成大不敬了？大人，大林律法规定，出言辱骂圣上乃大不敬之罪。他辱骂圣上认可的侯府千金，辱骂圣上的子民，这就是在打圣上的脸。自古以来，大不敬都是死罪。郡主，你猜圣上要是知道你天天在外面给他抹黑，是会保你，还是会杀了你平息民愤？大人，我认错，我道歉。既然郡主知错，那就居家思过10日，向叶大小姐赔礼道歉。道歉？大人，我从小在乡下吃苦，本就体弱多病，今日被郡主一下，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。这要是没点银子补补，我死去的娘怕是晚上要去找郡主聊聊天了。你要多少钱？5000两，给你就是。5万两白银，少一个铜板，我就送你去见我娘。叶清凡，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账我迟早要讨回来。慢走不送啊，提款机。去城门口等着，看到余印将军，就说我在花间楼备了酒菜，请他来谈笔大买卖。无事献殷勤，说吧，黄毛丫头，今天又坑了谁的钱来请我吃饭？将军真是料事如神，刚从昭玉郡主那儿赚了5万两。你连怀真公主的女儿都敢惹，你知不知道，怀金公主是圣上异母同胞的亲姐妹，这背后的皇权水有多深？水深，那我就把水抽干。2万两，买你手下的人，在即将到来的秋闱中，暗中护我弟弟叶逢周周全，谁敢使绊子，直接剁了。你就不怕我拿了钱不办事？我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修罗。你杀光全天下的人我都不怕，因为你身上还有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良心。好，这单我接了。黄毛丫头，中秋宫宴即将到来，高位者的野心
远比你想象的更可怕。战场上的死人让人安心，但圣京城里活着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吃人恶鬼。他们可真是惹错人了。中秋宫宴，我会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地狱。